对于武统台湾的问题并不存在能不能打赢的顾虑，但是存在着代价高不高的问题。这里面所讨论的代价并不只是解放军或大陆所要付出的代价，更主要的是台湾人民要付出多少代价。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说一说人民政协报讨论武统的条件，台湾老百姓要准备支付战争代价。11月7号人民政协报发表长篇的社论，题为台美勾结挑衅，以接近启动武统的条件，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武力统一的法律基础。其中呢，对武统问题的条件分析是非常细致的，值得我们仔细的解读。这篇社论呢，讨论了相当多的法律文件，其中关于武力统一最重要的依据呢，当然就是反分裂国家法。我们可以看到反分裂国家法当中关于武力统一台湾的几种出发的条件。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的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第8条可以解读出6种发起武统的条件。一是台湾当局公然的宣布独立，二是台当局组织独立公投，三是外国军队进驻台湾，四是台湾当局启动核武器的研发，五是台军使用军事手段攻击大陆，六是台湾岛内发生大规模的动乱。我们来逐条分析。第一项，台湾当局是有贼心没有贼胆，无论蔡英文在公开场合发表什么言论，他在推特上的自我介绍依然是中华民国的总统。第二项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如今台独思想已经深刻地毒害了台湾民众，但是如果要他们面对一个投票独立就要吃飞弹的票决，多数台湾民众未必敢于投票赞成独立。这个公投可能会遭遇大面积的弃权而尴尬收场。第4条和第5条，在蒋介石时代或许台湾当局还有这样的疯狂念头，但是到了今天，民进党当局已经完全不再有这样的野心和胆量了。至于第6条呢，是民进党方面也在努力避免的，毕竟社会动乱会破坏他们的统治基础，导致对民进党和台独分子的彻底清算。即使不考虑民进党分裂祖国的罪行，他们在台湾贪污腐败，听任老百姓遭受新冠疫情的折磨，也足够上弹头台了。民进党是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避免自己被清算。现在问题就是第3条，外国军队进驻台湾，这个里面似乎有操作的空间了。这也就是美国军方部分人士和蔡英文反复的向新闻界强调美国军队已经在台湾驻扎了1年多的原因。美国向台湾派驻军事教官这件事情，可以认为是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的联手打的第3条的擦边球。还有之前美军的军机以各种借口降落台湾，还有这2天美军的军机送美国的议员访问台湾，这都是在一步步的试探大陆的反应。人民政协报他的评论中认为台湾问题已经非常接近武力解决，说的就是这一条。这说明大陆方面对这件事情的性质的判断是把握的非常细致精准的。我一直认为对于武统台湾的问题并不存在能不能打赢的顾虑，但是存在着代价高不高的问题。这里面所讨论的代价并不只是解放军或大陆所要付出的代价，更主要的是台湾人民要付出多少代价。解放军攻打台湾代价会有，但不会太大。我们一定会先用强大的火力彻底的摧毁台湾的重点目标，一定要在登岛力量起航之前使台湾方面失去抵抗能力。解放军登岛之后，在肃清台湾城乡台独分子的过程中是不会遭受什么大的伤亡的，原因我就不细说了，这个从台湾人的特性你就可以判断出来。这就是我说的代价不大。但是台湾方面要付出的代价那就无法估量了。在火力准备的过程中，不但台湾的军用机场、港口、兵营、防空阵地会遭受灭顶之灾，具有战略价值的民用机场、高速公路、桥梁、涵洞、铁路、港口肯定也不能放过。还有台湾的重大民生设施是不可避免的受到损失的。
解放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如今已经大量的装备，在火力准备的过程中一定会尽量的避免平民伤亡。但是炮火过后啊，台湾老百姓日常生活依赖的基础设施就基本上报销了，这就是我说的代价会很大。所以啊，我们还是奉劝台湾岛内的有识之士尽早的认清局面，认识到彩虹线的后果。美国如今日益衰落，换了几任总统也没什么改观，他早就不是那个台独分子的保护伞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那是迟早要实现的。台湾民众最理智的做法就是积极的参与到统一和复兴事业中来，完全没有必要成为台独分裂分子的陪葬品。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